什么我自己种菜，土和肥买了一堆，每天勤勤恳恳的，到头来市场卖的比我自己种的还经济实惠，感觉太不划算了。这应该是不少在家种菜的人发出的感慨吧。确实，自己在家种菜投入的费用和时间成本远超过人家大批量农场种植的。但是因为兴趣，还是有很多像我一样喜欢在家种植的菜友前赴后继的入坑。但其实呢，只要选对了种植的种类，你就不会觉得自己种的不值得了。今天这集呢，我就来分享一下我种了哪些性价比高、特别适合在家种植的蔬菜和水果。看完之后，我想你就不会觉得自己种菜不划算了。首先说一下今天这个被列为性价比高、值得种的标准，主要有2点。第一点是这种蔬果卖得贵，或者是在当地很难买得到。第二种呢，就是种起来容易，至少是不难种，而且不用花很多时间精力去打理，也就是既好种又贵又难买的蔬果。那么满足这2点的蔬果都有哪些呢？现在就来看一看我院子里种的这13种吧。首先排名第13的是柿子。柿子呢，在我们这里卖的价格挺贵的，冬季应季的时候也要10刀了左右，或者有的超市按个儿卖的，2刀到4刀一个。所以我觉得自己种一棵柿子树还是很值得的。柿子树是多年生的落叶乔木，它对环境适应性强，大部分的温带地区都能种。它既耐旱也很耐寒，甚至在冬季的零下10几20度也都能耐。我这棵呢是矮化的品种，长得不会很高，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呢它的高度也就只有这么高，肯定是没有到1.5米，所以很适合家庭种植。这个品种是矮化的富余。这一棵呢是在种上的第2年就开了4个花，结了4个果。今年是第4年了，今年的果量明显比前2年多了。但是因为柿子特别好吃啊，也会招小鸟和小动物的喜欢，所以一定要像我这样罩上网子，不然基本上等成熟肯定就不剩几个了。种1棵就能结果，好照顾，每年施肥2次就差不多了。柿子树根系比较深，所以建议地栽。如果没有地方非要盆栽的话，那么也要使用一个大的盆，并且最好选择矮化的品种，而不要选择正常的。而且在平时照顾打理的方面呢，要勤一些，浇水施肥也要比地栽更讲究一些了。总之我觉得这是非常好打理，外面卖的又贵，所以推荐在家庭后院种上1棵。种植容易的指数我给它评4颗星。除了结果的时候需要罩网子防小动物之外呢，其他都挺容易的。排名第12呢是斐济果。斐济果在我们这里呢是很稀有的，一般超市呢很少有卖，只有专门的蔬果店在应季的时候偶尔会有卖的，价格也不便宜，一般10几刀了1公斤，所以我选择自己种1棵。斐济果也叫费约果，也叫凤梨番石榴，英文叫 Feijoa 或者 Pineapple Guava， 原产地在中南美洲，盛产于新西兰，味道非常香，富含维他命 C。 这一棵呢今年也是4年了，它从去年也就是第3年开始开花结果了。斐济果树属于多年生的常绿灌木，很容易种，非常耐旱，病虫害也少，非常容易打理，所以很适合家庭种植。夏季会开红色的花朵，很好看。需要注意的是啊，有人说有一些品种的斐济果呢，需要不同品种的斐济果种在一起，互相授粉才能结果多。但是我家就这1棵也结果了，可能是互相授粉的斐济果会结果更多吧。总之种植容易指数我给它评5颗星。想在家种4季常绿的果树呢，可以考虑这个。第11个我推荐佛手瓜。佛手瓜也不是我们这儿说买就能买到的，但是它真的好吃，又能一菜多吃，所以这个也特别值得种。佛手瓜的种植方法和过程呢，我之前已经做了好几期的视频，可见我对种植佛手瓜的钟爱。种1棵佛手瓜，不但年年有瓜吃，还能吃一整夏天的佛手瓜藤的嫩尖儿，也就是我们说的有营养的龙须菜，真是一劳永逸的好瓜。在冬季气温低于0度的地区，佛手瓜恐怕不能过冬，需要每年留几个瓜种，按照1年生的蔬菜，春天重新种。在冬季气温高于0度的地区，基本上就可以过冬了，像我这里耐寒区10区就可以。比我这里温暖的，像11、12、13以上的温暖地区，就更可以多年生了。关于如何获得种子催芽、种的过程，一直到收获以后怎样保存、过冬，甚至再栽种，龙须菜什么时候可以采摘、怎么吃，我之前都有详细的介绍哦，欢迎查阅观看。佛手瓜种植荣誉指数我给它评为4颗星。接下来第10个推荐的是无花果。虽然叫无花果，
但其实它并不是没有花，这个果就是花，它的花是开在果内部的。切开一颗无花果，就可以看到这些红色丝状的花。无花果营养很丰富，不光含有大量的糖分，还有很多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以及抗氧化剂，还有润肠通便的效果。我们这里应季的时候，虽然可以买到好吃的无花果，但价格也是比较贵的，所以我索性自己也种了2颗。我身后的这一棵呢，是最开始种的，大概种了5年了吧。那边另一棵的呢，是刚才的那棵枝条扦插的，现在也长这么大了，今年也结了不少果。与别的果树不同的是，无花果可以无性繁殖，一般扦插一根枝条就能成活，扦插之后过2-3年就能结果，所以很适合家庭自己种。无花果也是多年生的落叶果树，虽然属于热带果树，但在很多温带地区都能种，在我们墨尔本也可以种得很好。它喜光耐旱，选个有光的位置就可以种了。无花果的品种也不少，有果实是黄果的，还有绿果的。我这一颗呢是比较常见的棕色果的，英文叫 Turkey Brown， 我把它翻译成土耳其果。种植容易指数评它为5颗星，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防鸟，结果之后一定要罩上网子，不要像我这颗这样，否则你很可能就会颗粒无收。第9种值得种的蔬菜是山药。山药属于高营养低热量的健康食品，在我们这里也较难买到，所以我也是自己种了。由于山药属于地下块茎，在地下的土里可以长到长达1米深，挖起来非常困难，所以我前2年是用了管子来种的，这样挖起来就相当的容易了，根本不用挖。可以参见我之前的2期关于用管子种山药的视频。山药基本上在温度10度以上就会发芽，所以一般的温带气候也能种。像我们这样的温带地区就春天种，秋天收，当做1年生的作物种植。热带地区呢可以多年生，就会比在温带1年生的长得更大。喜欢山药的菜友可以种试试哦，毕竟在国外吃山药是很奢侈的。种植容易指数3颗星，难点就是要掌握好种植的季节以及合理的种植容器。第8个健康蔬菜芦笋。芦笋在餐桌上属于比较高级的蔬菜了，超市里一般2刀到3刀，一小把就那么几根儿。自己种的话呢，种一次就可以收获10年甚至更久。你可以买点种子种，一般种2年以后就可以开始出笋了。我这几颗呢就是用种子种的，一个菜友给我的种子。播种之后没到2年，1年半就开始收获少量的芦笋了。如果等不及的话，你也可以买芦笋的裸根来种，一般裸根种下去1年以后开始出笋，但是裸根要比种子贵很多，所以不急的话，我比较推荐用种子来种，经济实惠。种芦笋小贴士：芦笋喜阳光喜肥，所以要经常用有机肥来施肥，才会发出粗粗的笋。种植的容易指数我评它4颗星。第7种我推荐的是姜。澳洲的姜呢是出了名的贵，所以它肯定是值得自己种一种的。但是墨尔本这里的昼夜温差大，夏季时长比较短，冬季也不温暖，所以种植姜稍微有些难度。但只要掌握好种植时间，其实也不难成功。我的建议呢是在春天的9月或10月时，就在盒子里催芽育苗，这样在10月末或11月份气温合适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种到室外去了。姜的生长期是5到6个月。如果您也在墨尔本，或者是生活在类似的气候下，我建议您和我一样，把姜种在可以移动的容器里，而不是直接种在地上。这样，如果在秋冬季节天气冷得过早，就可以搬到温暖的地方或者室内，这样可以延长姜的生长期，有利于长出更大更多的姜块。种一些姜，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冬天省了不少菜钱。关于种姜的方法和经验分享，请看我之前发的催芽育苗和收获姜的那2个视频。姜的种植容易指数我给它评3颗星。第6种姑娘，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能带给我儿时回忆的浆果，所以我对它有一种独特的喜爱。当然，我今天推荐它也不只是因为我的这种特殊的情感，它确实是很值得种的。首先，这东西别的地方我不确定，反正墨尔本我是没见过卖的。而且这个确实太容易种了，虽然从种子发芽时会有点慢，但一旦出苗了，就真的很好种了。生命力特别顽强，施点肥水就蹭蹭的长，结的果也很好吃，直接把外面的皮儿扒开就可以吃了。成熟的果实是很甜的。
姑娘，有的地方可能叫它灯笼果，但我觉得灯笼果和姑娘其实略有不同。总之，这个可爱的小浆果值得你种试试。种植容易指数5颗星。第5种，黑莓和树莓。黑莓和树莓这2种非常有营养，是我曾经力推的值得种植的浆果。超市里卖的贼贵，这一小盒只有125克，居然卖4刀，吃几口就没了。但是我只种上1颗，就能在夏季一下收获好多盒。这是我种的波森莓，它是属于黑莓的一种，太好种了。这是第4年了，每年都要修剪，不然枝条就要长得太多泛滥。树莓呢，虽然我没种过，但是和黑莓的种植容易程度应该差不多。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这种植物太容易生根，它的枝条落地就能生根，根部呢也比较容易串根，所以很多人建议种在花盆里，而不要种在地里。我想说，如果种在花盆里，它的果实产量呢就不会很高，所以地栽还是盆栽各有利弊吧。如果是怕生根多到泛滥，那么你就可以种在大的花盆里，但是要多种几颗，不然这么好吃肯定不够吃。种在地里呢，产量会多很多，但是要记得经常修剪，看见有不该出现根部的位置冒芽出来的话呢，就要及时的清除掉，这样才不会泛滥。种植容易指数妥妥的5颗星。排行第4，人参果。西游记中吃了就长生不老的人参果，听起来不错哈。其实真实的人参果是长这样，它没有小娃娃的样子，但确实也是非常值得自己种2颗的。人参果又叫香瓜茄，也是我们这里买不到却又很好吃的稀有水果。种起来不难，地栽和盆栽都可以，但是我比较推荐地栽，可以长得更好。它是多年生的，病虫害也很少，所以也是一劳永逸的。不像《西游记》中说的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再3000年才成熟。它其实在每年的春秋季节都可以开花结果的，因此产量也是很不错的。我去年才开始种植，目前这2颗都还不大，但是已经在上个春天开始结果了。相信再长大一些，它可以结更多的果实。种植容易指数5颗星。排行第3名，蓝莓。蓝莓也是卖得很贵的小浆果，但是自己种并不难，而且这种矮丛的蓝莓体型很小，在花盆里都能种得很好，太值得一种了。目前我是地栽了2颗，盆栽了1颗，虽然种的不多，但是我就很享受这种小浆果硕果累累的成就感。种植蓝莓和其他蔬果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喜欢酸性土质，所以要注意一下种蓝莓土壤的 pH 值。之前我分享过蓝莓的修剪和施肥的经验，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种植的容易指数4颗星，提醒大家注意防鸟哦，不然你可能就看不到变成蓝紫色的蓝莓了。值得一种的蔬果推荐第2名，香菜，学名叫盐荽。这是一个有人爱也有人厌的常用蔬菜配料，我就是属于对它大爱的，爱到吃火锅可以把香菜当主菜涮着来吃，所以我对于香菜的需求量就不只是在盘子里撒一点接个味儿那么少了。自己种当然就必不可少，香菜其实是很容易种的，而且我都是在其他种植蔬菜的间隙里撒几把种子种的，所以也不占地方。浇水施肥就更没有专门照顾过它了，但是年年都会长得很好。种一些随时需要随时采摘，比买的新鲜太多了，香味儿也更加浓厚。没有土地的话，花盆里也一样种得很好，是厨房里必不可少的配菜，小菜园里必不可缺的绿色。种植容易指数5颗星。排名第1，韭菜。这个就不用多介绍了吧。入选的理由呢，也是西人超市没有卖的，华人超市里的经常不新鲜，还是自己院子里现吃现割最实在了。我一般都是当天割当天吃的。韭菜除了是北方人的3鲜馅饺子里的必不可少的馅料，它也可以用来炒鸡蛋或者炒肉丝吃，用几根韭菜来吊汤，也可以给汤增加鲜美的味道。还有我记得小时候经常在学校门口的扬州炒饭摊上用韭菜来做炒饭，也是挺不错的。这个韭菜菜床呢，我一冬天乃至一春天一点都没管过，后来天气暖和了之后长满了杂草，杂草都有半米高了，一点韭菜都看不到了。我本以为这么自生自灭，应该没剩几颗韭菜了，但是拔除了杂草之后呢，撒了一层羊粪肥，2天之后就发出了大量的韭菜叶。2周之后，韭菜就长到了15厘米高了，而且一点都没少。总之啊，这个比杂草还好种的菜，不种一些简直就违背自然规律。之前我分享过2个有关韭菜种植的技巧视频，
有需要的菜友可以去观看。时间问题这里就不多说了。韭菜种植容易指数当然是5颗星啦。今天的这一集呢稍微长了一些，但都是我发自内心的经验分享。看我视频的观众朋友，可能您在不同的地区，区域不同，有些蔬果可能在您那里不能买到，价格也很便宜，那就不需要自己种了。所以大家在衡量的时候，也要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您还有什么其他推荐，欢迎在留言区分享给大家。如果有问题，也欢迎留言。喜欢家庭种植的朋友，请继续关注习小厨和他的菜园子频道，让习小厨的家庭种植分享陪您度过更美好的田园生活。别忘了帮我点赞哦。好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再会。